Hello，我是 Demi，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要来讨论7个你可能不知道是加拿大人发明的食物或者饮料。我还记得在我大概是大3的时候，有2个朋友到温哥华来找我玩，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吃一些我们平常在温哥华会吃的餐厅，比如说日式料理、韩式料理。因为在温哥华有很多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台湾人，对，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吃这样子的料理。然后有一天，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餐厅是加拿大菜或者是温哥华菜的？然后我想了很久，我除了想到 poutine， 要不然就是 beaver tail， 但是这些都不算是菜，都是类似甜点点心，好像没有什么是加拿大菜。同样也是来到加拿大以后，我开始接触了一种饮料，叫做 London Fog， 它就是伯爵茶加奶泡或者热牛奶。我还以为这就是普遍的美国人、加拿大人他们都会喝的，除了咖啡以外的一种饮料。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也是加拿大人发明的，所以我又上网查了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加拿大人发明的食物或者饮料。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如果说到加拿大，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想到枫叶、枫糖浆相关的食物产品。那今天说一些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第一个呢是 poutine 呢就是一种小吃吧，在炸薯条上面放上一些 cheese 块，然后淋上一些肉汁，这个是最原始的。然后现在可能有很多店家都会加一些蘑菇、鸡肉、牛肉等等。据说 poutine 是在1950年代第一次出现在魁北克省，但是有好几个人都声称是自己发明的，所以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发明的。后来 poutine 这种小吃就渐渐的遍布整个加拿大，然后目前加拿大有一个比较大的连锁店叫 Smokes，他们就是专门卖 poutine 的。第二种要来说的呢，叫做 beaver tail。beaver tail 顾名思义就是海狸的尾巴。海狸是加拿大的吉祥物，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比如说 Roots 加拿大的衣服品牌上面也是一个海狸。那 beaver tail 是一种长形的像饼一样的底，然后会在上面放上一些水果、巧克力酱，还有可能是有咸的也有甜的。那 beaver tail 是怎么开始的呢？据说是以前加拿大原住民他们最先开始真的是烤一条海狸的尾巴，就放在火上面烤到它的外皮裂开，然后他们可以吃到里面的肉。后来移民到加拿大的人，他们就学着原住民的烹饪方式，自己做了一块饼放在火上面烤，然后加上一些配料，这样子慢慢传下来，就变成了现在的 beaver tail。但是其实我没有经常看到有很多地方在卖这种食物。我记得上一次看到应该是在温哥华的松鸡山上有一家小店在卖这样子的食物。第3种我想讨论的是 London Fog， 刚刚也提到过，这是一种伯爵茶加上热牛奶或者奶泡的饮料。
也可以说是伯爵茶拿铁有时候也会加一些香料，比如说香草或者是薰衣草来增加饮料的香味。那原本我还以为这个饮料可能是英国发明的，因为它叫 London Fog， 但是后来发现原来是加拿大发明的。这个饮料的故事呢是这样子，在1990年代，有一位怀孕的妇女，她经常去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但是因为怀孕了，没办法继续喝咖啡，所以她就请老板帮她换了另外一种替代的饮料。那这也就是London Fog 的由来。后来呢，听说这位妇女呢经常会到隔壁的阿尔伯塔省拜访家人，所以在那边也开始流行起来这种饮料，后就传到了各个连锁咖啡店，像星巴克Tim Hortons 这种店。听说在苏格兰他们还叫这种饮料 Vancouver Fog。 接下来一种食物是Butter Tart， 就是一种像蛋挞一样的糕饼类，然后里面的馅料有奶油、糖浆或者枫糖浆，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干制成的。听起来好像蛮普通的，但是其实这算是加拿大蛮典型的一种甜点。听说这种甜点的由来是在19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法国有一些妇女，她们嫁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在那时候她们就用身边现有的一些材料，像枫糖浆、水果干、奶油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做出了当时的奶油塔 Butter Tart。 接下来一种是叫做 Nanaimo Bar 的甜点。那 Nanaimo Bar 呢是以温哥华岛上的城市叫 Nanaimo 命名的，它是一种3层组合而成的甜点。最底层呢一般是由巧克力、威化饼干、椰丝、坚果组成的，然后混合均匀以后让它冷却凝固，然后在中间再抹上一层卡士达奶油酱，最上面就是巧克力。这种甜点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需要烘焙，不需要进烤箱，直接让它冷却凝固就完成了。这种甜点最早是在1952年的时候在一个医院的食谱书上出现的，本来叫做Chocolate Square， 巧克力方块。然后隔了1年，又有另外一个人出了一本食谱，上面有一个类似的食谱，才把它改名叫做 Nanaimo Bar。 接下来一种是叫做 Sushi Pizza 的食物。那顾名思义， Sushi Pizza 就是把寿司还有披萨2种食物结合在一起。这种食物也是最近才发明出来的，大概是在1990年代在多伦多有一位日本餐厅的厨师发明的。那大概就是长这样。但是披萨没有了 cheese， 还能叫做披萨吗？再来就是你们可能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夏威夷披萨。这个夏威夷披萨竟然和夏威夷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在加拿大发明的。在1960年代，有一位希腊移民到加拿大的餐厅老板，他在美国学习到了怎么做披萨，然后把这种食物文化带到了加拿大。在制作披萨的过程中，他突发奇想，想说加上一些凤梨会不会好吃呢？他只是抱着一个好玩试试看的心态，然后就做出了这个
披萨做出来以后，经过试吃，他们发现，凤梨的酸味和披萨上面配料的咸味，还有饼皮的咸味形成了对比，所以还不错。然后他就根据凤梨罐头上面的夏威夷的字样，把这种披萨取名为夏威夷披萨。因为披萨当时在加拿大也是比较新的一种食物，所以人们对这种夏威夷披萨的接受度也很高。但是意大利人就不知道咯。好了，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这7样里面，你最喜欢哪一样呢？你还有知道哪一些加拿大特有的食物或者加拿大发明的食物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